无痕，刚刚凤庆来了一趟，你让人盯着，等他离开了宛城后，抹掉他来过宛城的痕迹。妈，我知道了。忙完了早点回来陪陪阿金。好。直到晚上9点，战印才有机会蹭到海童的身边去。老婆，你怀孕，明明我也有功劳，我妈他们愣是把我赶到一边去。你别委屈了，我被长辈们包围着喝寒问暖也很想溜达，我承受不了这么热情的包围。习惯了就好。奶奶收到消息都赶回来了，奶奶说她要搬进我们家里去住，看着我。话说奶奶看着我干啥？她不该是看着你吗？是我怀孕，不是你大肚子，你比我先傻了。我属于孕早期，孕早期尽量不要同房。你说奶奶看着你干嘛？是哦，我要吃素了，所以说还是要过几年两人世界再要孩子好一点的。不过有了宝宝，我也乐意吃素，只要你和宝宝都好好的，我能忍的。彤彤，我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开心的想跳起来。现在房里没有别人，你想跳起来的话，可以尽情的去跳，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这么晚了，还是不跳了吧，怕闹得动静太大，被我妈知道了，骂我一顿。跟我姐还有大姨他们说了吗？都说了，我告诉了大姐和商无痕。大姨的手机号码我一下子想不起来，太开心了，只记得商无痕的电话，所以就告诉了商无痕。大姐没有来电话吗？我姐发信息问我了，我说是怀上了。我姐可能不知道我们回来了吧，让我注意休息。她在大姨那里，我欣喜若狂，一时间没有告诉大姐我们回莞城了。姐肯定以为咱们还在风尘山庄。也好，咱们俩先自己偷着乐，让大家以为我们还在莞城，不能到处说了，免得更多的人和我抢你。能说的人你都说了吧，还说不要到处说，你那欢喜的劲儿，恨不得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。我一时开心就打了一圈的电话，打给了谁我现在也不知道，不过能被我记住手机号码的人都是信得过的人。老婆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我也是，爸妈说明天就往我账户上转入2个亿，爸妈说这是给我的奖励，说我不怕怀孕以后的身材变形，也给他们添个孙辈，是你们战家的大功臣，非要给我奖励。咱们要孩子不是一对夫妻最正常的事吗？彤彤，这是我们这些大家庭的习惯性，应该说是豪门的习惯性吧。不管是我们战家还是其他豪门，只要有小辈怀孕了，长辈都会大手笔赠送豪宅、豪车、昂贵的珠宝，甚至是私人飞机、私人游艇等。叔叔婶婶们也是给我钱，原来来钱最快的就是给你生娃啊。那是长辈们的表示，你接受便是，不用有心理负担。我爸妈他们的个人资产丰厚的很，花不完，一开心就拿来奖励小辈了。等咱们的宝宝出生了，若是个女儿，你身家直接超过10亿，奶奶还没有回来呢，奶奶的奖励才叫丰厚，你等着吧。我已经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，战印。老婆，我还是喜欢听你叫我老公。老公，我觉得我好像又饿了。你现在想吃什么？我下楼去给你弄。就想吃一碗汤河粉，加很多很多的酸菜以及花生。家里可能没有河粉。老公，要不咱们现在就回市区里逛夜市吃宵夜，今晚我想回明苑花园里过夜。跟我想的一样。行，你想回市区吃汤河粉，我带你去吃。感觉咱们俩像在做贼一样。这个时间我还带着你回市区，被发现了肯定挨批的，咱们只能偷偷摸摸了。原来你也怕挨批啊？怕？怎么不怕？他们平时宠着我，这个时候不会宠着我的。老婆，你以后就是我们家里的国宝团宠，以后你可得多多关照我，照着我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着你。老公，我身体很好，没什么事，我的工作继续，你可不能像苏总那样，这样不许我干，那样不许我干的，我会无聊死的。怀孕的时候其实也要多动一下的，不能天天都躺在床上，那样不利于分娩。明天去医院检查过，问过医生后再说，不过劳累的事情你不要再干。我能做什么劳累的事？不用上山，不用下地干活，不过是打理着我的小生意而已，顶多就是奔走的次数多一点，我也会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，若有不适肯定是先休息的。反正你能不像苏总那样什么都不让小军去做？沈小姐不是天天去书店上班吗？苏南哪里不给她做事了？你的意思是以后我也只能天天回书店上班吗？在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是开着书店的，蔬菜瓜果的生意在莞城的，你可以去打理，需要出差的话尽量让商小飞去吧，他实在抽不开身，需要你去的话跟我说一声，我陪着你去。好吧。老婆，好吃吗？酸菜好吃，是我想吃的味道。老板给你加了很多的酸菜了，我不吃都能闻到酸菜的那股酸味。酸菜好吃，一点酸味都没有，反而不好吃。看来你是喜欢吃酸的，老人家总是说酸儿辣女，女儿是不是没指望了？通过孕妇的口味来判断生男生女是不准的，我姐怀着杨洋的时候，她喜欢吃辣的，一顿没有辣的，
她都吃不下去。她婆婆和大姑姐那时候就嘀咕着，说她变得那么爱吃辣，肯定是生女儿的。结果你也看到了，杨洋是个货真价实的儿子，所以这个不准的，咱们也不用去猜测是儿子是女儿。在怀上的时候，是儿子是女儿就已经定的了。反正不管是儿子女儿，我都喜欢，都是咱们盼了1年才盼来的宝宝。我也是，不管儿女都喜欢。当然了，能生个女儿我会更加的开心。彤彤，你也不要有生女的压力，我奶奶、我妈他们都未能如愿生有女儿呢。我没有压力，你家里长辈也不会挑剔的，对他们来说，我能生就很好了。还要再来一碗吗？我还能吃得下第2碗，但是现在时间不早了，吃得太撑，睡不着，就不吃了。明天再来吃，我喜欢这一家的酸菜。明天我给你煮酸菜面条。好。要不要兜兜夜风？明天还要上班呢。明天我们俩都不上班，我还要带你去医院做个检查。是哦，都忘了这一点。终于回来了，熟悉的感觉。你当时什么都不管，早出晚归的，房子虽大，但是缺很多家用，我只能自己置办。现在想想，我真做了一件傻事。那时候我对你有偏见，觉得你是哄骗了我奶奶，冲着我家的钱来的，想着考察你，看你是否真如奶奶所说的那么好。而且房子是临时买下来的，在娶你之前我都没有住过1天，回这里我是没有半点归属感的，所以我什么都不想管，由着你折腾。我傻一回，也是因为没有依靠。要是我老公什么都弄好了，我也不用犯傻一回，哈哈。现在想想，我当时也是真够傻的。别说我，你不也傻过？新买的西装服你都水洗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后来偷偷的买了新的来骗我。咱们回这里过夜，就是回忆的吗？不然呢？只要回了这里，我总会想起咱们过去的点点滴滴。战印，虽然你没有像你弟弟追妻那样追过我，我们也没有恋爱，没有约会，直接领的结婚证。现在回忆过往，至少咱们还有甜蜜，还有很多美好的让人心动的往事，一起甜如蜜。很晚了，我们回房去，好好的一过往。现在又不能做什么？是不能做什么，能与你同床共枕，同入梦，我就很满足了。隔天，海童是被敲门声吵醒的。彤彤呢？还在睡呢。奶奶连夜回来的吗？大清早就过来了，奶奶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大半夜的也带着彤彤跑回市区，幸好彤彤身体好，否则被你这样折腾，出点什么事我找你小子算账。彤彤怀上了，我可不得回来。给老5老6挑选媳妇儿是重要，不过彤彤更重要。彤彤没有不舒服吧？奶奶，你孙媳妇身体好得很，没事儿，她就是嘴馋了。昨晚突然想吃一碗汤河粉，还要放很多酸菜和花生的那种，在家里无法满足她，便带她回市区了。彤彤说想在这里过夜，我自然是满足她的。奶奶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孙媳妇开心，你老就别责怪我了。彤彤喜欢吃什么就满足她，孕妇是这样的，有时候突然间就很想吃一样东西，吃不到就浑身不舒服的样子，非要吃到嘴了，满足了才会觉得舒服。我刚怀着你爸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不过我们那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，就算你家是名门望族，在那个年代也有很多心愿难以达成的，不同你们现在这个年代，反季节的东西都特别多。你在做什么早餐？我好像闻到了酸味。你孙媳妇说今天还想吃酸菜，我给她煮酸菜面条呢。酸菜是我去菜市场买回来的，刚洗干净准备切丝的时候，奶奶就来了。给奶奶也来一碗。那是肯定的，奶奶都来了，我岂有不准备奶奶那一份的。奶奶，你先休息休息，我去做早餐了。此时又有人敲门了。你忙，奶奶去开门。奶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到的，这不是听到彤彤怀上了，我就赶紧回来了，怕战印那根木头不会照顾彤彤，我亲自照顾才能放心。海玲，你越来越好看了，举手投足也带着一股自信。谢谢奶奶夸赞，我本来就天生丽质。对对对，你姐妹俩都天生丽质。彤彤呢？昨天战印打电话跟我说彤彤怀孕了，也告诉了大姨，我和大姨都很开心，想马上过来看她的。记得她和战印去了 A 市的风尘山庄，以为小夫妻俩还在那边，结果我刚才看到彤彤发朋友圈，定位是在宛城的明月花园，才知道小夫妻俩回来了，我就赶紧过来了，想着这么早夫妻俩肯定没吃早餐，就给他们买了点菜过来，准备给他们做早餐吃。战奶奶，你应该还没吃的吧？我多做点。此时战印从厨房里出来了。姐，战印呀，你这么早起来了，是不是彤彤肚子饿了，让你早早起来准备早餐？你们俩也真是的，回来了也不说一声，我和大姨还以为你们在 A 市呢。昨天太开心了，很多事情都忽略了，也忘记了。彤彤还在睡，她最近老犯困，都怪我，
什么都不懂。她老是犯困就是怀孕的原因，我都不知道。我也没想到，我都当过妈了。洋洋跟我说小姨最近老犯困，我以为是彤彤过于劳累，休息不够导致的。瞧瞧，我不在家，彤彤怀孕了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所以听到彤彤怀孕了，我就赶紧飞回来了。在宝宝出生之前，我都不会再出远门的了。反正老4老5的媳妇人选也有眉目了，将相片交给他们俩，让他们自己折腾去吧。詹奶奶，你一把年纪了，还是不要到处飞了，留在家里，让我们这些小辈时常能看到你，心里也能安定点。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你可是我们大家的宝贝呢。现在你们就算赶我，我也不走的了，就在家里照顾彤彤的衣食住行。我怕我这个大孙子什么都不懂。奶奶，我现在是没有经验，不过我会学的。等会儿我就去书店多买几本书回来，慢慢的看。人家都说的一胎照书养。姐，你陪奶奶聊聊，我去准备早餐。你给我们买了这么多食材过来，我就多做点样式。彤彤现在胃口好，吃完后很快又会饿的。我们很久没有在这里住，家里也没有零食了，一会儿去超市给彤彤买点她爱吃的零食回来。奶奶，你跟老二说一声，我今天不回公司，让他有重要的事情就跟我打电话可以了，或者他自己处理。你们夫妻俩跑得太快，不知道老二随后就去了风尘山庄，他不在管城呢。程医生答应了老二，这一次跟着老二一起过来给云初治眼疾。我回来的真是时候，不仅长孙媳妇有喜了，二孙媳妇的眼睛也能治了。彤彤肚里的宝宝是个福星呀，公司的事你不用担心，你这2天陪着彤彤，让小的那几个历练一下，在自家公司里历练出来了，以后要单飞也有自信。海童本来还想再躺会儿的，听到老太太和自家姐姐的声音，她也不睡了。奶奶，姐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？彤彤，来，让奶奶看看你，奶奶可想你了。奶奶就是嘴上说想我，自己跑得老远的，那么长时间也不回来。我就是工作忙，否则一定跟着奶奶到处飞。奶奶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接到阿印的电话，奶奶就火急火燎的回来了。我还不是看到你发的朋友圈才知道你们俩回来了。昨天战印打电话给我，等他挂了电话，我才消化了他话里的意思。他没有说你们回来了。我和大姨本来想去你家里的，以为你们还在风尘山庄，就想着等你们回来了再去山庄看你。昨天我们也有事，只发信息问了你，就是姐发信息给你，你也不告诉姐你回来了。我们也是高兴的有点傻了，都没有说清楚。你陪奶奶说话，我进厨房去帮妹夫一起煮早餐，你想吃什么，姐都给你做。现在你姐我的厨艺比以前精进了不少。姐，让战印准备就行，平时我们俩都休假，都是他下厨的。也就是战印宠着你，战印平时那么忙，难得休息，你还让他下厨，要多疼一点战印，他很累的，不容易。知道了。海玲，你也别说彤彤了，阿印那是乐在其中的。彤彤，你不用听你姐说，阿印下厨，你收拾碗筷也是一样的。奶奶知道你们夫妻俩一直都是分工明确。奶奶，你就宠着他吧。我亲自挑的孙媳妇，我不宠她宠谁？彤彤就是我宠着的。彤彤就是被奶奶宠坏了。反正我大孙子不嫌弃彤彤，哈哈。海玲边笑边走进了厨房。那个大师是很厉害的，奶奶说了，那不是安慰你们的话，看吧，这不应验了。是，那是真大师，没有2把刷子，奶奶也不信他。奶奶其实很信命的，觉得吧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彤彤，你以后放宽心养好胎，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能干的事儿可以继续干着。奶奶不会要求你在家里养胎，什么都不干的，最主要是你的心情好，让你什么事儿都不干，你肯定会无聊，也会影响你的心情。咱们家的人没那么娇气，太娇气反而不好。奶奶，这辈子能给你当孙媳妇，是我烧了8辈子的高香，修了几辈子才修来的福。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的缘分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奶奶就希望你们都开开心心的，咱们家已经富贵至极，不差钱，所以开心最重要。我很开心，自从嫁给战印后，我都过得很开心，偶尔有点小矛盾，也能很快就解决。有什么想吃的就跟阿印说。知道了，奶奶，我们本来在山庄里的，我想吃酸菜粉，家里做不了，我们才回来的。战印真的很宠我，我爱惨了他。他也爱惨了你，哈哈，那臭小子当初还嘴硬呢。奶奶，彤彤洗手吃早餐了。看吧，将老公培养好了，自己就等着吃了，多爽呀。奶奶，你真是我的亲奶奶。饭后，
战印带着海童出门去医院做检查，老太太和海玲还留在明苑花园。你和东明还没有进展吗？东明对你的心，天地可见。陆太太现在也不会再拦着你们了，给东明一个机会吧。战奶奶，我现在忙着事业上的事，还真的没有好好考虑过感情的事。陆总那么好，我总觉得我配不上他。如果我没有离过婚，没有生过孩子，我离过婚怎么了？又不是你的错，东明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。他那么喜欢杨洋，你也不用担心他接受不了杨洋，你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会视杨洋如亲生的。东明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。海玲，我也知道你想法很多，总担心配不上。你若是接受了东明，以后是跟东明过日子的，他不嫌弃你就行了，不用管别人说什么。奶奶还是希望你能给东明一个机会，他为了你走到今天也挺不容易的。他的复健做得怎么样了？陆总每天都坚持做复健，不过天气热，他一般都是上午做复健，下午就去我的新店。我现在在尝试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做过的菜，他就成了帮我试菜的那个人。你那个前夫呢？他在重症监护病房出来，转入了普通的病房，在恢复中。我带着洋洋去看过他。他还想着和你复合吗？他后悔，但他没有说过与我复婚的事。他和叶佳妮还没有离婚，他家里人都希望他能离婚。听他的意思，他是不想离婚的。不过就算他离婚，我也不会与他复婚。他是洋洋的爸爸，我不会拦着父子俩见面培养感情，但我绝对不会为了洋洋与他复婚。周家人老想着让他与我复婚，怎么可能复婚？心被伤透了，死了就不可能再回头。我就算余生不再嫁，也不可能与他复婚的。你能这样想，奶奶也能放心点，至少不用担心你会心软被周家人哄住了。我才不会傻到再与周红林复婚呢。如果他们过得比我好，他们会回头吗？不会，就让他和叶佳妮继续纠缠下去吧。考虑东明吧，他绝对不是周红林那样的男人。你要是和东明在一起，我们所有人都能放心。战奶奶，我严重怀疑你一回来就先去了陆家，见了陆总。那你就是冤枉奶奶了。奶奶在疼东明，也是先顾着自己家的孩子。奶奶是看到阿印和彤彤那么幸福，成双成对的，希望你也能接受新的恋情，拥有新的幸福。海玲，人这一辈子也就短短的几十年，快乐最重要。奶奶，我对陆总没有偏见，但是我与他之间差距太大，就算他不嫌弃我，他妈妈也不阻拦了，我还是觉得自己配不起他的。他现在努力做复健，我努力创业，等他重新站起来，能像个正常人走路了，我想我也能靠着自己的努力，拥有了一定的财富，再与他一起，好歹我压力小一点，免得别人说我是为了他的钱，图他的身份地位。你和彤彤一样，你们姐妹俩的性格都是那样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奶奶等会儿去陆家探望东明的时候，能让他欢喜欢喜。海玲顿时不说话了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响起。奶奶，我去开门，也不知道是谁。我想应该是你大姨吧。